我是 Kelly。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大家期待蛮久的健身、减重心得 Q&A 影片。今天的影片呢，我觉得我是从一个比较综合分享，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等等之类的。如果大家看完影片之后，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想要知道更多细节的话，再留言，让我们再看要不要再出个第2集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过我心中是觉得应该1集就够了啦，这样 OK 好。那今天的大纲呢，第一部分我们会先看一些前后对比，或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数字，比如说花了多久时间等等的。那第2部分呢，会分享饮食的部分，然后第3个部分是分享运动 OK。那首先我知道大家最想知道的都是你到底就是减重了多少这样。扎实的来说，我应该有瘦了差不多25磅。25磅是多少？看一下，25磅，25磅大概是11公斤，11公斤左右。我在记录我的体重的时候，那时候也有点不太敢面对自己的体重。我自己记在手机上，我好像写就是開始最重的体重好像是130磅吧。可是其实我自己内心知道，我曾经看过。我曾经看过132还是133磅，就瞬间体重，就是不是那种每天的体重，但就是瞬间吃饱量的体重。如果保守的来讲，差不多瘦了10公斤左右，25磅。然后再是用了多少时间？我知道被大家看影片好像是突然间。这个影片就突然间，影片中间突然好像变瘦，大家好像都以为我是，比如说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然后突然瘦了很多公斤。其实不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开始运动，就是陆陆续续这样一路这样过来，其实大概也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但是大家可能是在比较后面，因为就掉比较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好像有变瘦。但其实我大概就是花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蛮久的。再来是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其实会想要开始运动、瘦身、健身、减重这一整个流程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的肤浅。我感觉，我发现我买了衣服，然后开始穿不下。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是等一下看照片你们就知道，我其实很多裤子都真的没办法穿。我前面在分享之前的影片，分享说我之前只能靠 Severe 的一件宽裤在活。你们看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牛仔裤类，我就基本上几乎一律穿不下。然后其实连带影响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就不想出门了，就觉得我变胖，然后不想出去，不想要看到别人，然后别人又说，你最近好像变胖了，就是觉得比如说别人会说，最近有一个新朋友从台湾来啊，就是他也有看你影片，你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更恐惧，想说天啊，就是那个人如果看到我发现就是我本人。怎么这样子？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失望？然后反正我就会想很多，反正就一直绕回圈。然后那阵子有蛮多，比如说工作、签证一堆事情，就是交杂在一起。好吧，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工作，不满意签证，所有东西，至少身材还是你可以自己靠运动去控制的一个东西，至少是众多变数中你可以唯一控制的东西。所以我才决定 OK。那我想要来运动减肥。我分享一些照片给你们看，但你们不要放大，你就远远的看就可以了。给你们看一个2018年5月底的照片，就我穿短裤这一张，哇，很精彩。这时候应该差不多就是那时候体重的高峰。然后那时候我有拍照，是因为我想要差不多那时候开始运动，我差不多就是2018年5月左右开始运动的。我想说要拍一个 before， 想说之后如果发影片会用到，就竟然还真的用到了。这边有一张是7月底的照片。那时候还没有很规律运动，就是很偶尔想到就会去一下健身房。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看我穿这件裤子，然后就是穿不上去的那种照片。再来就是8月的照片，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巅峰，就是没有控制吃的饮食。这应该是我吃完一个很大的餐，火锅之类的时候拍的。然后这个还是8月中的时候的照片，我有穿运动内衣拍照，就表示我那天有去运动，就是换衣服之前这样拍一下这样。9月多的照片是那时候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请一个健身教练。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还不会用机器什么的，想说好，我想要有一个人来教我，至少我对用机器比较不会害怕。我11、12月就是都有蛮稳定的去健身房。
然后开始会就比较多健身房的那种照片等等的。这个照片是我2月，就是真的是超开心，就是我有一天运动完之后，发现自己肚子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凹陷，我说这是腹肌，然后我就这样对着镜子说这是腹肌，拍了一张。那时候真的很高兴，因为就是运动有成果，我开始比较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有体重，身体有变，大概是1月、2月的时候，就是我大概要回台湾之前，那时候发台湾的 vlog， 你们可能没有发现，但那时候我已经大概瘦了5-6公斤，然后就自己觉得蛮开心，就是运动有成果这样。回台湾的时候就有点荒废运动，所以体重不减反增。我大概4月、5月、6月的身体变化大概是这样。4月、5月、6月就是蛮稳定、很规律的去运动，很规律运动。然后我7月、8月，你记不记得我发了一张 Instagram， 就是我那时候有小露一点点腰，就试衣服的时候，那时候就差不多是瘦了25磅左右的时候，我现在身体就跟那时候没有差太多。这大概是我的身体的整个变化，就是一路就是从我觉得最大最明显的改变大概是12月、1月、2月、3月，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改变的时候，然后再是5、4、5、6、7，这又是一个改变的时候，大概是这2段。看完我的分享，就是还有人会说你怎么都吃不胖啊？就是可能追踪我很久很久的人应该会知道，我以前还没有拍影片，就是写 blog 时期，那时候我比现在更瘦，就是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吃不胖的人。可是我觉得之后，比如说开始工作，你的生活形态就不一样，你不会像以前一样，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夜唱，或是大家一起去上课，比较少那种你比较就是 active 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生活形态改变，然后饮食不变，然后刚好代谢年纪比较大，就会开始下降。我觉得一切加起来，真的就是没有吃不胖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了，我就是完美验证。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很瘦，就是我以前有那种42、43公斤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好，那我们就快点来进入到饮食跟运动的部分。那我们就先从饮食开始。饮食，我觉得第一个我要先讲的是，我真的觉得记录饮食、记录你吃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就是记录热量。我知道很多人很讨厌记录热量这件事情，觉得很痛苦，觉得会忘记，觉得很烦。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以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热量多少，我真的建议你试试看。不是为了减肥或什么的，你就试试看，记录了1个礼拜，你大概看一下你的饮食都热量花在什么东西上面，你看一下，观察你自己，看一下你每一天都吃什么东西，每一天都热量的花在哪一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了解自己饮食习惯的方法。记录饮食这件事情，我大概是刚开始比较认真，就是觉得我要开始运动搭配饮食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每一餐什么都记，就是我吃什么我就赶快拍一下，我吃什么就赶快拍一下，然后就是量一下重量。就大家有看到我有买那个磅秤嘛？以前我真的是超级不在意热量的人，可是当我真的第1个礼拜开始记热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吃1包 Skittles， 再吃1包珍奶，然后再想说1包小小的 chips 应该没关系，整整加起来可能就800、900、1000卡。然后我根本都还没吃我正餐，到现在后来我比较熟悉自己吃的东西，原型食物我就不太记了，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炒饭，那比如说毛豆啦、香菇啦、杏鲍菇啦这种食物的原型，我就不会把它记录在我的食物里面。我主要是记一些我不希望我自己吃太多的东西，比如说饭。先说饭没有不好，我会记饭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可以吃3碗饭，所以我可能会稍微记一下这一坨饭。然后跟比如说海苔，比如说泡菜这种不是食物原型的东西，我会特别把它记下来，就是希望自己注意一下，并不是说你不能吃，而就说这个热量、这个数量，你要稍微记一下，你大概吃了这样哦，这样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太对于记录热量这件事情反感。我觉得到后期你更熟悉自己的饮食之后，你真的可以不用记。我觉得一开始当你正要开始熟悉你要自己设计你的饮食，自己开始想一下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记录热量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方法。我现在自己是蛮爱记的啦，因为我现在变有一种就是在玩游戏的感觉，就是我今天弄了一坨东西，然后觉得它大概是多少磅，热量应该是多少卡，就是自己会猜那个数字，然后记那个热量，就会变得有点像在猜热量这样子，就是
苦中作乐这样。我这边列了几个我觉得我自己的饮食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我正常吃，然后第二个是少零食，第三个是少外食，第四个是尽量多原型食物。正常吃就是说我其实不会说什么我不吃淀粉。我只吃肉，或者我不吃什么东西，我只吃什么，就我不会有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限制。我基本上就是3餐会正常吃，然后每一餐我都尽量会吃到淀粉，会吃到蛋白质，会吃到蔬菜，就是我尽量就是正常吃，我不会给自己太多限制。我蛮常在 Instagram 分享我吃的什么东西，大家应该看到我其实不会特别控制说，哦，我只吃这个，然后我绝对不吃白饭，就我不会有太多这类的限制。第二个是尽量不吃零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占我饮食控制的80%吧。以前我超爱吃零食，大家都知道，我可能1个小时可以吃个3、4包科学面，再加1包 Skittles， 然后再喝一个汽水或奶茶，然后再吃1包 chips。零食以前是占我人生中就是真的太大一部分了。那大家都知道，运动其实是要搭配饮食控制才会有更好的效果。那其实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很不喜欢运动，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我就来戒零食吧，因为我不想要我刚疯狂运动消耗的那一点点热量，然后又被我吃这些东西马上补回来。我是这种心态，然后才开始去戒零食。当然能完全不吃零食，就尽量不要吃零食。可是像我自己现在还是会偶尔小吃零食。我尽量自己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就买很小包的 chips， 1包热量会大概看一下。至少我知道我吃完这包我吃了多少热量，我会把它算进去，我的那个饮食记录的那个 app 里面，尽量买小包装。我真的很饿，我真的很想拆，可是我拆完这包，我吃完我就觉得 OK 了，我可能就不会想拆下一包。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控制饮食我才学会的东西是分别人吃。你们可能很难以相信，我以前是有点护食，就是像狗一样。就我以前，比如说我点了1份盐酥鸡，我就想自己吃1整份盐酥鸡。如果我在点的时候问说有没有人要吃盐酥鸡，没有人要吃，那我那一份我就想自己吃。就你们就是不要想来跟我分我的盐酥鸡的那种人。就是 Skittles 也是，比如说我现在拆这包 Skittles， 我本人就想把整包吃掉，不要有人想跟我分。我以前是这样，可是后来开始比较饮食控制的时候，好，如果我今天真的很想吃 Skittles，我会拆，然后我可能吃10颗、15颗，就是解一下你的那个嘴馋。通常会想吃零食，我们刚刚上一点我有说我正常吃3餐，所以其实当你正常3餐都吃的时候，你其实餐跟餐中间真的不太会饿，你不是饿你就是嘴馋而已。我有时候就让自己小吃一点，吃一点点，然后满足了嘴巴的那个馋之后，就 OK 了，就是让自己不要一次吃完1包，可能收起来，或者分次吃，或者分别人吃这样。再第3个是刚刚说的少外食，我以前很爱吃外食，然后后来真的比较少外食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吃外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记在我的 app。比如说，好，我今天点糖醋排骨，我随便举例的。那糖醋排骨我不知道它用了什么，我不知道用了多少糖，我不知道用了它多少油，我就觉得好难记。对，所以我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觉得好吧，那我就自己煮好了。自己煮我可以知道所有我用的用料，我知道油多少，我知道糖多少，我知道怎么记在我的那个 app 上。到后来其实就会发现，你越自己煮，就越知道自己的胃口怎么样。你是自己煮饭的人吗？所以其实到后来已经跟记录 app 没有关系，单纯就是我越来越习惯吃自己煮的东西。我现在真的超级少外食，我大概1个礼拜1、2次吧，有时候就是在 weekend vlog 你们看到的，跟朋友出去吃饭。可能吃个饮茶，然后吃个韩式的什么东西，或吃个日式的什么东西，可能就这样1个礼拜可能就1、2次吧。再来第4个是吃多一点原型的食物，我尽量都让自己吃原型的食物，因为我觉得原型食物真的没有坏食物，真的，就它可能热量高，可是那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这就是这个食物嘛。一方面原型食物比较好记录在 app 上，你只要称重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少。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加工食品就是还是不要太常吃嘛。像我个人超爱吃那个午餐肉，就是那个放在韩国部队锅那种午餐肉，可是我真的会克制自己不要太吃，因为我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午餐肉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它里面放了多少，比如加工的东西。就是如果我看着这个东西，然后我想不出来它是怎么被做出来的，我真的就会尽量少吃，因为我不知道中间会不会他们加什么东西。你养成在买东西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很常看它的成分表。我觉得这是我饮食控制之后养成的最好的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买奶茶好了，我之前回台湾去 Seven 买奶茶，我都会跟我妈说，你看
这个奶茶加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只有加红茶粉跟牛奶，这个我可能就会选。就是我觉得，养成看成分表的习惯，所以其实说到底，我的饮食我觉得就是比较干净，因为是自己煮的，所以我觉得在食材啊调味上面，我可以自己做比较好的控管。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吃到基础代谢，我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变成那种很容易复胖的体质。就是因为如果你是用节食的方式，就是我故意吃很少，我今天只吃500卡，我今天只吃800卡，很容易让你身体会变成很容易反弹的那种体质，就是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不论你在选择任何一种饮食之前，我觉得都要稍微想一下，你有没有办法享受这个食物，你有没有办法撑过去半年或甚至1年。因为我觉得说真的，减重这件事情，饮食控制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谁撑得久谁就赢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今天跟自己说好，我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都只能吃烫青菜跟鸡胸肉。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就是很容易变成一个不好的回圈，就是说好，我1到5我每天都然后烫青菜，然后鸡胸肉吃完，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天哪，你很辛苦。我礼拜6你 cheat day， 你可以吃一个，比如说辣炒年糕锅，就一整大锅这样。可是这样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是因为你根本不喜欢你吃的这些烫青菜跟鸡胸肉，你是的心情吃的。可是这些本质上其实是好的食物，可你会一直压抑自己，然后到你的 cheat day 的时候，你却用比较不健康的，比如说辣炒年糕锅这种比较不健康重咸的食物去奖励你自己，所以变成你会一直以好的食物在惩罚自己心情上，然后用不好的食物在奖励自己，所以整个你一直没有很开心，然后整个饮食就很压抑，就是这种饮食是没有办法长久的。我自己的经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像我以前也是很常听到大家说鸡胸肉很好，然后我也会勉强自己吃鸡胸肉，可是吃到最后你发现这件事情根本没办法持久，因为鸡胸肉就不是我喜欢吃的食物。但我可以把鸡胸肉这种蛋白质，比如说换成鲑鱼，比如说换成虾子是我喜欢的，那我就可以吃很久，而且我会很期待。我觉得你要真的很期待去吃你的下一餐，你才有办法就是把这样的饮食习惯维持比较长久。这样运动方面，我自己最大的心得就是一个。就是无氧加有氧一起做，我觉得对我来说效果是最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运动的流程好了。最一开始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身体就是体力非常不好，那时候我就是只去跑步机上，把那跑步机调到最陡。就是最陡的情况，然后用快走，很像爬山那样快走的方式，我大概只能走15到20分钟，速度就是调到你最可以接受的速度，然后就是你因为像爬山那样爬，那时候大概走15到20分钟，我就已经喘到不行。然后再来到第2阶段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加入一点无氧跟有氧。其实我很久以前的 vlog 里面有提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会选一个那种10到15分钟的无氧，比如说我随便去 YouTube 上 Google 腹肌那种10分钟，然后我就会做那10分钟无氧。做完之后呢，我会搭配之前的那个像爬山那样的方式，再走个15到20分钟。整体运动加起来大概30分钟吧，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对于我那时候一个真的没有什么运动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很累。我真的觉得无氧跟有氧加在一起，对我来说那时候真的蛮有效果的。就是那时候可能大概是10到12月那中间，我开始那样练习，然后我就觉得身体明显有改善，因为我不只是做有氧，我有加入一些比较像是肌力训练的无氧运动。然后再来第3个阶段呢，是我把有氧时间拉长，本来是15到20分钟，我开始变成25到30分钟。听起来很简单 ，again，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心肺真的很不好，就是要很慢很慢的拉长这样。再来第4个阶段呢，我就是无氧运动，我会拉成做比如说20到25分钟，然后有氧不变，可能一样是25到30分钟。无氧的部分呢，我可能会去网络上挑2个部位，比如说腹部跟腿，比如说肩膀跟手臂，比如说腿跟手臂，就是自己随便乱组合，就是要挑2个部位。
然后做完，然后再搭配一个有氧运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我身体体力变比较好的时候，我可以做完无氧之后还去做有氧。不过有氧的时间就不一定啦，有时候可能就15到20分钟而已，就是看你自己今天身体的状况。再来第5个阶段就是我现在的阶段，我现在的阶段呢，就是变成我一天只会练一个部位，可是就是会拆成不同的天。那我现在的行程是一天练腿，然后练腿那天我就不会练有氧，因为腿弄完真的是没办法去跑步。通常第2天呢，我会练腰腹，腰腹练完我一样会去做有氧跑步。然后第3天呢，我就是肩膀手臂再搭配有氧。第4天呢就是休息，我会全有氧。第5天呢就再回到腿，就是我大概是这样巡回。当然我也不是每天运动啦，我中间有时候会隔着一天，就是太忙或者今天身体真的觉得不是很想动，我就不会去动。我一个礼拜大概维持3到5天吧，有时候身体状况比较好，就会5、6天；有时候身体状况觉得今天就是不想动，我可能就是3天。所以就是自己去调整。然后有些人问我说有没有请私人教练，有，我之前请过一次，大概请1个月半、2个月左右。那时候请私人教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超级不会用机器，每次去用都觉得很怕别人想说这女人到底在干嘛，就不会用机器。所以那时候我就请那个教练，就是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做机器，然后教我怎么用，然后教我就比如说会跟我说比如说这个啊，你就可以怎样怎样，比如4组，然后1组做12下等等，他会带着我一起做，看我，然后说你深蹲，比如说施力的姿势不对等等，就他会纠正我。我觉得私人教练可以请，因为他一定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养成一点点基础，再来请私人教练。就比如说，你开始养成有每个礼拜固定2、3天一点点有氧的习惯。我觉得不要觉得说请了私人教练，你就会突然间爱上运动，你就会突然间变得每个礼拜都会去3次健身房。就我觉得教练可以帮助你，可是1个礼拜去几次，你有没有办法规律运动这件事情，就完全还是靠你自己这样。我觉得会让我就是持之以恒，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运动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特别是有氧的时候，比如说跑步，以前都觉得跑步好无聊，可是现在觉得跑步的时候真的可以想很多事情。有时候很多时候我录影片的想法都是在跑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因为跑步的时候你只有听音乐，然后很多时候我会把很烦恼的事情留在跑步的时候想，然后我就这样跑，然后想说最近在烦恼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嘞？然后就一直在心里这样想。我知道大家也都很讨厌跑步，很讨厌有氧，我也是。可是真的后来开始发现，我觉得有氧真的可以帮助我思考，我就觉得我就比较愿意就是稳定的去跑步，就是固定的去想事情这样。运动部分应该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我讲的好乱哦，其实我已经写了每一点我要讲什么，可是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有太多是那种很小的点，就是我一想到就想要把它讲出来。我觉得一定要跟现在正在比如说减重健身的这些同学大家读者们说，就是我觉得减重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快，也不会快。你现在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好像运动了半年了都还没有变瘦等等的。可是你看一下我也是运动了1年多，大家才发现我好像有变瘦的感觉。我觉得真的不要急，只要你有控制饮食，只要你有规律运动，真的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效果，就真的会看到效果。OK， 好，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今天影片我录超久，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有觉得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或是有哪一个想要知道更多细节的部分，我们再看要不要来做第2集，然后专门讲那边这样。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